今天我们来做那个小平领直身女衬衣。那这是一款基础款型的那个女士衬衣，也是非常适合四季通勤穿着，或者是日常休闲穿着，其实也是很适合的。这个是一个百搭款呢，基础百搭款。那么裁片就是前片对称剪裁2片，注意剪口。这我已经剪好了，然后做好了这个扣眼的标记，然后这是胸绳的标记和口袋的标记，翻过来是扣子的标记。这前片2片注意割的剪口，然后在领口这个地方注意这边是折痕对紧门襟的折痕，门襟的折痕的剪口标记，对称下部折进去，然后这边待会儿要做一个缝边锁边的处理，然后再折烫进去。然后这个是袖口、袖科夫4片，然后这是平领2片，领面和领底各1片，然后这是袖片2片，对称剪裁。然后我已经把这个袖叉的剪口剪好了啊，袖叉设的是14厘米，那么袖叉的开口的门襟做的就是15厘米4片，然后后片是折叠剪裁，剪裁下来就是一个整片啊。注意一下后片的这个后片的后袖笼的剪口是双剪口，然后可以对称到这边袖衫上也是双剪口后面，然后前片的袖口是单剪口，看见没有这里，然后这边在前袖也是个单剪口，然后带布贴带2片 OK，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款式。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锁边，然后一步一步的做。一般来说，这个前片的前门门襟这里呢，它是背面是要敷衬的，背面敷衬敷1条衬，一直敷到底边，然后再折烫进去，然后再来进行下步操作。不过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布料是比较厚的这种高密棉，稍微有点弹性的，那我就不做敷衬处理了，然后我就直接做安全缝锁边，然后把它折烫过去。先做一片看一下啊。这个用安全缝是一个比较讨巧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看到锁边就会非常的这个整齐了，然后直接整烫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还可以用那个切刀的话，会让你的这个边缘更加的平顺呐。另外一边，
好，接下来是我们要把这个前片的这个，看看前片的这个绣绒绳啊，先把它收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缝纫。根据之前画好的线，然后比对。左片，另外一片，同样操作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把各个部件都先做好了，然后现在是做领这两片呢，一片领面，一片领底。如果是比较薄的衬衫布料，还是记住要复衬。那复衬的话，就是不要把缝缝附上，附中间就行了，用定样来减衬。那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是靠近里面的一圈，这是外面的这一圈。那么在靠近从缝至三边里面的这一圈，就是跟衣身相连的这一圈，先不要缝，而且缝到边缘部分都快要到里面这一圈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一面，那你看这一面这个地方要这样翻上来，留出那个缝缝，然后从这样缝过去啊。现在它是正面相对的啊，注意这是正面相对进行缝制，最后要翻出来。所以缝的时候，因为我们先把它这个形状，就是领口相接的形状给它做出来。缝缝做的是1厘米，就是记住不要忘了。缝的时候就直接压过去，这样缝，翻过来就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现在来做，这边开始。注意是我这个白色的你看不出来，但是你要记住，缝制的时候是布料的正面相对，进行缝制。先把这个1厘米的缝缝翻出来，看到没？先把1厘米的缝缝翻出来，然后从这边缝过去。
就千万不要让线和布料有任何的拉扯，一定要平整才好看。这里不要忘记要翻过来1厘米啊。因为它是弹性布料，稍微往边上拉一下，给它一个收紧。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平领的弧度其实还不是很明显呢，但是我们记住，在有弧度的地方就要打剪口，剪掉一些多余的布料，这样翻折过来的时候，这整个领片就会显得更就是平整一些。啊，你看，现在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缝好的啊，翻过来的时候，这个领口的三角剪掉。有些同学就是习惯直接把这个外领的这一圈的缝缝不是1厘米嘛，剪掉一半，有0.5厘米，这样其实也是挺好的。就是不要让熨烫，因为最后还翻过来之后还要再去熨烫，就不要让熨烫的痕迹就是很明显啊。特别在你没有用那个称纸的时候，好，翻过来。那基本形状就是这样子了，要拿那个还是习惯拿这个角，一定要把它给领角一定要搓出来，要搓平，要平整，一定要平整。领子就是人家一看你，除了你的脸，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衣领啊。这边还是要把做好。我这个布料因为不容易脱丝了，直接剪掉没有关系的啊。容易脱丝的话，你就要小心了，最好是俯撑。弧度不明显，我就不打剪口了，因为我削掉一大半的缝缝，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让它耸起来。
时候得想办法把这里面弄平整，不要让它就在里面塞成一坨，晕都没法晕平整就好了。平不平整，手感一摸就知道的一个尖尖角的地方。看，翻过来了之后，它就是多出来的那么一点，到时候这边就跟医生这边没有折进去缝的，这边跟医生缝合，然后再把这边盖上去，再缝合一圈就好了。然后这里是要熨烫一下的，待会儿要一起来熨，先把它缝好了，缝合好了再来一起来熨烫。这个是休克夫，这里有弧度，在做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啊。一样，对称的，也是一样的，要留出这个1厘米的这个缝缝线，一样的进行操作。这个休克夫因为有个圆弧，所以缝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对齐你的缝边。到了圆角的时候，慢慢的缝慢一点，慢慢的让它按照缝缝转过来，不要着急。这个缝边就是肯定圆角的地方就是要打剪口，了，不然肯定就会皱在一起，不平整。也是一样的，是正面相对啊，大家不要忘了。剪口，注意不要剪到缝线了。剪口，然后翻过来。
进行熨烫。这边看清楚啊，这边是这样的 ，OK。这样是扣眼，这两个记号是扣眼的记号，这边是这个纽扣缝的记号。然后是贴带，另外一边那个袖子同样制作。然后贴带的话，这个带顶上的地方是打的剪口是2.5厘米，那么把它折2折，折2折折下去，作为这个带口，折下去，然后这个带口的制作的话，最好是我们还是先用熨斗把它的这个折边线全部都熨烫出来的话，它会比较好些，因为它毕竟有一点弹力嘛。先把它的痕迹先熨出来了，我们再来做。好，这个口袋我们的形状已经熨烫好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带口上面这个带口的这个地方折过去，然后沿着这个最外边贴边缝一条直线明线，然后里面1厘米的地方再缝一条直线，也是折过去的地方要缝在那个上面，缝在那个折过去的那个线上，也是贴边缝的，贴的这个边缝一边，缝一圈。那我先这样缝一圈。沿着最外边的这一圈再缝。OK， 这样2根线缝好了，这是带口。然后呢，沿着这个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痕迹，我们不要在外面缝，在里面先缝一圈，因为这个是双明线的，在里面缝一圈，其实也有固定这个收边的这个作用。然后最后在固定在带口的在衣身上的时候，再缝最外面的这一圈。所以现在开始先缝里面这一圈，注意缝缝啊，1厘米，不要搞错了，不要缝到外面去了。那稍微0.7厘米吧，1厘米的话就刚刚在边上。
可以看到这个贴带就已经这样就先把里圈缝好了 ，OK， 到时候再缝贴上去的，贴在医生上的时候再缝外面这一圈，再缝外面这一圈就 OK 了。OK， 接下来另一个贴带和另一个袖口就照刚才同样的操作就可以。好，现在前片与后片，这个前片我已经前片给它熨烫啊，把这个门襟翻折熨烫出去，根据这个剪口翻折过去，熨烫均，然后正面相对于肩线，正面相对前片与后片，肩线正面相对，然后进行缝合。我用的这个是安全是无线安全缝，所以说直接就是缝合和包边一起完成的。那如果没有包边机的朋友，就可能是需要先缝合，然后再做包边。前线。一定要平整。就是安全缝下面有一圈，后面包边就是同时一起做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做这个袖叉，袖叉的长度呢，我多留了1厘米的那个缝缝，可以把它在缝制的时候再剪下来一点，因为我怕有些新手他可能就是缝的时候，再要做里部的包边可能会不大顺手。然后 anyway 你可以在做的时候再减掉1厘米，因为实际上我设置的这个口子啊，这个袖叉它总的宽度是2厘米，可以比一下，因为最后最多余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它的缝缝呐，缝缝好吗？这个我已经是减掉1厘米的了。那这个袖叉跟做任何的那个叉其实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简单版，这是一个就是常规版的袖叉，然后以底部对齐，好，正面翻到外面来，对折烫了以后，正面朝外，然后从两个袖片和这个袖叉正面相对，然后把它翻开，可以看一下，把它翻开啊，正面相对，底边齐平，然后翻开，下面这个痕迹要画好，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画的痕迹，从最顶端这个点开始，沿着这个缝分线1厘米呢，然后一直缝到头，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子，翻过来，这样缝到头，然后再卷过去做收口。好，我们先缝第一边。这个缝线的记号一定要画好，因为袖口会是比较难搞的。有些你可以拿那个珠针做定位啊。我这个因为布比较透明，所以我隔着这个布我都可以看见我画的线。如果是那种花布啊什么的，你可能要在面上再画一道。
针，直线。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正面的修叉，把这边缝了之后，转过去，走到里边，好，走到里边，修叉缝好之后，走到里边，转过来，转到另外一边了之后，再内折，把缝缝内折进去，再沿着最边上给它加一圈就好了。好，再看一遍，这是正面，这是反面。把外面的这个修叉布反过来，针中线已经熨好痕迹了，这样就会比较方便。然后把缝缝折进去，沿着刚才的那条缝迹线就比较好对，就是齐平的啊。沿着最边缘，然后加固缝缝。一半就好了，然后再缝另外一半。当然，你也可以从反面这样去缝。如果你对自己的缝线有疑问的话，你其实从反面缝也是一样。不能从反面缝，必须从正面缝。正面缝这样子才能翻进去。反面缝也是可以的。反面缝比较容易把那个线迹藏起来。然后再包过去，收边给包了，这样才好看。这边的缝缝往里面压倒啊，记住。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可以拿那个竹针固定，
这个是正面啊，大家看，正面已经把这个边包好了。看到没有？这边把边包好，这边有个小三角剪下来的，然后把它两个朝里面。这个下面。然后翻进去，两个袖叉重合翻进去，啊，这个是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重合，然后小三角在这儿，重合了，小三角在下面，把它压口那个开口的地方整理齐平，然后压在一起，还要沿着这个线压一圈的。这边如果怕扯的话，拿竹针把它固定一下，以免它们在缝制的时候有牵扯就会错位了。一定要整理整齐啊，袖口。然后沿着这个地方，最边线的地方，就在最边线的地方，朝外缝一圈，缝一个正方形，中间你可以再缝个交叉，这样来固定袖叉的头啊，出它的位置，就这样。预留的那个小长方形的加固长方形的长度是1厘米。按照这个来就好了。先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多余的部分修剪掉就好了。去掉，可以看一下那个修叉的部分。翻开了啊，里面也是齐平的。你也可以，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等于是这个袖叉就相当于是你一个布条，你给它夹上去了。你可以在外面就先把这个缝分两边对折，给它熨烫好，直接夹上去，你就在这里缝一条线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拿竹针固定好。好，现在把那个袖片和衣身缝合在一起。那么后袖拢和后袖衫都是双剪口啊，大家只需要对准这个对位口就可以了。前袖拢和前袖衫那都是单剪口，然后肩缝也有剪口，有袖衫顶也有剪口，对准肩缝就可以了。然后因为这个设计是比较就是合身的啦，没有多余的那个余量不多，所以说基本上你只要对准了剪口，就是肯定就是很符合的，就这样就下来了。我们现在来做一边袖。好，
正面相对啊，布料的正面相对，注意缝缝的准确。缝合之后再进行锁边，因为这个袖衫它会比较有曲线，所以我还是先用这个缝纫机进行缝合，然后再去锁边。去缝合，去做那个锁边，然后再缝合袖底线和袖侧线和那个内缝的侧边线。好了，这个袖衫的袖拢的这个锁边也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把它的那个袖口线对齐，然后你看袖口线一直经过袖拢，然后一直缝到底边，那这样子把它缝合。
袖口，都绣上绣拢，一直到底边。另外一边也是同样操作。好，两边侧缝缝好了之后，我们先把底边锁一道边，然后再进行下面的操作。哈喽，不好意思，我们家狗。接下来我们就是上领、上袖和贴带了。现在我们上领子，那上领要注意一个，就是因为这边是门襟是要翻折进去的嘛，在我这里中间翻折线旁边还有一个剪口。翻折线的旁边一共2个剪口，这是翻折线，这边这个是剪口。那这边旁边这个剪口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前中线，也就是说前中线的领子应该是从这里开始上的。那么对齐这个翻折线旁边的这个剪口，这个领子已经先做好了。那两边是正面相对，对齐这个剪口，然后我们拿珠针固定一下，先固定一下，上领口一定要用珠针固定，这样子才能保证你是能够真正的那个好这半边整齐和对称。领子，人家看领子看到你第一眼看到你的脸，第二眼就看到你的领子。如果领子做的不好的话，整件衣服那个档次就完全就下去了。有很多人就是自己做衣服。没做好了，自己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没办法往外穿，其实也都是这个道理啦，就是在细节上没有做好，看上去太叫什么太 amateur 了。手工的都是要慢慢精进起来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就尽量把它做得整整齐齐的，这样可以比较好。翻折的地方先不弄，待会儿包进去的时候再来做。
个人不喜欢直接让缝纫机过这个珠针。现在外侧缝合好了，然后里侧怎么办呢？先把这个里筋不是已经熨好了吗？然后把它翻折过来，藏进去。这个地方要然后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外面这个地方，这个门襟这里要先按照这个缝纫线折进来了之后，
再在那个翻折过来的缝缝线处走进来，然后再把那个给它盖上去，再把那个领片的外部给它盖上去。上线。定位。先定位翻折盖好，稍微有一点。领口翻折好了，稍微有一点往下的弧度的。领子都要上的，就是扯起来，所以说在缝纫过程当中，随时也是要给它定位。有些地方松量有一些松量，也要把布给扯平了。这半边也是一样的啊。
进去它。给你弄好了。这是比较小的小领，然后就是上袖口，上袖口，袖口也是这个，夹住袖口边缘一圈。就注意这个袖叉在上的这一边，上的是这个纽扣缝。好。
袖口会稍微比袖口肤长一点，在中间的时候随意做一个小窄，然后就可以了啊。再到口子的地方做。捏的小的窄，大概就是2厘米。靠近那个袖口的地方，好盖住，盖住。稍微多一点点，把它紧贴的这个袖叉这里，做成一个小的刀斩。好，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刀子，然后把这个翻进去，缝缝翻进去盖住，然后在这里扯一圈。袖口就做好了，接下来同样的方式上另一只袖口。我
们把底边按照缝缝，这个预设的缝缝，底边的缝缝是4厘米，折过来之后熨烫出缝迹，然后把这个门襟叠上去，捋平了之后，在里面这一圈，进行缝纫，缝一圈。在底边前襟的底边再加固一道，作为装饰性一道缝
是一样，用在这样轨道。好了，底边封好了，然后口袋刚才我已经就是按照之前画的那个痕迹，已经固定在这个用这个大头针固定在这个衣身上了。然后下一步就是把它贴带，连到最外圈贴带缝上去，然后因为做了这个绣绒绳的原因，你最开始按照那个纸样画出来的那个口袋的那个位置呢，它中间会折起来，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它，因为这个是在画的时候都已经考虑进去了的。然后因为它的左右两边端点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变的，中间折起来只是会让它更加成型，只不过你之前画的一条直线看上去好像是在中间这个部位折起来了，没有关系。那这5个端点，口袋的5个端点，它的位置都是准确的，只要对准这5个端点就 OK 了。口袋的时候一定要慢，要仔细，因为这个都是属于装点门面的部位，一定要做工精细，否则就会看上去就不像样子了。
上了最外边一圈 ，good。好，同样再缝另外一边就可以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缝扣眼和上扣子。那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再录制了，因为这个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机器是怎么样设置的啦。那个扣位和扣眼的位置和纽扣的位置在那个纸样上都有仔细的标明的，大家就是一定做到按照纸样来就万事 OK。然后弄好了之后再进行一次整烫，这样整个这件基础款衬衫就完工了。OK。